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呢，马来西亚也在最近引进了不少的车型。那照着这样的趋势，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很快的就会跟汽油车说再见了呢？嗨，我是 John， 这里是 Stormy Studio。中国新能源背后最大的推手，在近10年疯狂的推波助澜下呢，促成大量的新能源汽车品牌，还有上下游企业，就像雨后春笋般的涌入市场。从补贴到政策激励，各大的品牌并加入，不仅呢有效的提升了汽车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有产业收入，也顺水推舟呢，养活了一大批的上下游企业。这番操作可说是一石多鸟。当然，中国也在近10年里面呢，疯狂的对可再生能源发电进行了深耕，从传统的风能、水能、太阳能、核能发电呢，再到最近冬奥会主推的氢能源发电。看来中国对于改变依赖传统煤炭还有天然气发电呢，执着还真不少。同时，因为受到俄乌战争的波及，天然气还有原油短缺，让欧盟这个强大的经济体也开始动摇。为了减少对天然气的依赖，欧盟呢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绿色政策，这呢也导致了成员国开始加快他们转战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步伐。这个举措呢还带动了不少的传统车企加大了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开发还有投资。比如说日本政府为了全力向绿色能源出击呢，就在最近推行了2050年碳中和法。与其说是马来西亚人准备好了吗，倒不如说是到底马来西亚政府还有本地企业准备好迎接新能源时代的到来了吗？首先呢，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实行并推动一个全新的领域，本来就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首先呢，必须实行政策改革，改革怎么改？全面落实，制定长期的国家发展方向，执行10年甚至长达20年的长期计划。当然，定下了长期计划，短期计划也不能落下。津贴就是那个最强的催化剂。中国政府为了补贴发展新能源汽车10多年呢，留下的车企寥寥无几，反而是骗补的、研发失败的、淘汰出局的，保守估计60家。那有人就要说了，我们不造车，进口总该不会有问题了吧？说得容易，想要完全发展一个完善的系统呢，前期的投入呢是一点也不能少。首先呢，得要有个完善的法规，再来呢就是拉投资、拉企业一起来改造、完善整个设施。在这里呢，也就牵扯到了更多的金钱、利益还有名利的关系了。再来呢，还得考虑新政策改动带来的经济效应，对本地的企业有什么帮助？比如说给本地的造车业带来多少预计的收入，供应商、批发、代理整个上下游企业能带来多少的收益。而且不仅仅是得考虑造车相关的行业，燃油其实也占了马来西亚年收入的一大部分。新能源的推行对这一部分带来的影响还有待观察。毕竟呢，中国能够这样激进的推行新能源，其中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考虑这一方面带来的经济亏损。而且到目前为止来说呢，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大成功，也提升了他们国民的自豪感。就像马来西亚人引以为傲的 Petronas、犀鸟、金纳巴鲁山，还有笨蛋茶瓜。当然，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呢，购买一个产品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噱头，从理性这点出发呢，会从产品的性能、续航、实用性、操控性，还有经济效应，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开销、油耗等等方面去考虑。再来呢，就是比较感性的去看外观设计、售后、品牌效应、心理还有情绪价值。新能源汽车的确让我们看到了汽车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但是现在就要下结论说它会不会取代汽油车，说实话有点言之过早。即使现在呢，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正盛，势头正猛，但是呢，依然没有办法掩盖新能源汽车的耗费高、供电速度慢、性能不稳定这些问题。即便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掩盖现阶段油价和电价的鸿沟。特别是在马来西亚油便宜过水的情况之下呢，昂贵的充电价格还是让人望而却步的。也许过后新能源汽车会逐渐的普及，但是呢，至少在未来10年甚至是20年呢，汽油车还是将会成为主力军，继续服务着人类。我是John，这里是 Stormy Studio， 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